好，今天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 Link 的基本教学。那我们以后资料库去查询、新增、修改、删除，我们都要靠它。那 Link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的全名就是语言整合查询。那它的用途是什么呢？其实就如它全名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查询各种不同的对象。我们通常会有各自的语法。那如果每种都要学，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学的其实也不精。那你如果很少用的话，可能你这个时候清楚，那半年之后再回来，可能就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微软这边 C# 这边发明了这个 Link 的这个语法，让我们可以查询各种的不同对象，大幅减少了学习成本跟方便性。例如说你要查询什么？例如说我们可能程式语言有很多这个物件。那查询物件我们可能要学一些这个物件的查询方法，甚至你在同一个语言，不同的物件可能都有各自的查询方法。那另外的是，就是我们在资料库作为我们最主流的查询语言，就是用这个 SQL。那可能再来就是 XML， 它可能也有一些查询的方式。那今天随便举了3种例子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查询所用的这个语法。那但是我们今天学了 Link 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Link 的语法去查询这3种，不管是物件还是资料库还是 XML， 我们只要用同样的 Link 语法就可以去做查询。那所以说，今天 Link 的好处，它就是有效的去解决说你今天可能某个专案要去查询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资料类型，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特地去学那个很冷门的查询语法，你只要用 Link 基本上就可以简单做一个查询。那其实 Link 背后的原理其实还是就是说今天就是有一群人帮你写好对应那一个资料类型的查询语法，那就是说你下了 link 之后 ，link 会在背后再把这个你下的 link 的这个查询转成对应的资料类型的查询语法，然后再做去查询。那当然你不用了解说它背后怎么转的，你只要会用 link 就可以了。那今天link 在这个 SQL 这边在查询资料库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说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这个 C#， 那 link 可以说是一门必学的这个技术。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在用 C#， 而且你还在用把这个 SQL 语法写在 C# 的人，那我建议你是赶快换成这个 Link， 因为换成 Link 不仅可以让你的程式更优雅，而且可以侦错。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有一点概念的应该可以知道说 SQL 在 C# 的这一个程式语言这边，它其实就只是一个字串而已，它是没有办法做侦错的。那你要侦错，你可能要回去这一个资料库的一些查询界面，或者是下指令的地方，你才可以知道你这一串的 SQL 是不是正确。那如果说你在 C# 这一个 IDE Studio 工具这边去做 SQL 语法的修改你不小心多按了一个英文字母，那整串 SQL 就不能运作了。那你要除错，其实也除错的要花一点时间除错，你可能又要贴回你的这一个SQL 的界面去做一些除错。那如果你今天换成 Link， 其实它就是一个 C# 其中一种语法。那只要你不小心打错字的这种小问题，基本上 IDE 工具就会提醒你说你打错了。所以这不仅可以让你程式写起来更优雅更优雅就是你今天你程式一大坨的 SQL 其实看起来就很不舒服，那我们把它换成 Link， 其实看起来就很简洁又优雅，那又可以侦错，那最重要的也可以防范一些治安的 SQL 注入攻击。那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之后会再做一个示范，这边就先不讲。那当然在某些很例外的情况下，自己写 SQL 其实还是必要的，因为很复杂，有一些关联性很多、很庞大的资料库，那一些 SQL 其实都是需要你tune 过、你调教过，然后通常你调教到最后可能可以调教出一个效能很
高的一个息口。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用 link 去写，那其实有可能是你 link 没有学得很精，或者学得很好，或者是其实这个东西太复杂了，用 link 去写它背后的程式演算法帮你转换过来的这个息口，一定是比你自己亲自针对你的资料结构去 tune 出来的这一个息口效能一定来的比较差。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不得已你还是有可能会需要用自己写息口，但是这个通常都是例外了。像我们其实80%以上的情况，就是寻常的查询、新增、删除、修改，其实用 link 它帮你转成的息口，其实都可能都写的比一些新手写的息口来的好很多所以说其实不用说为了那一些小小的例外，然后放弃了大好江山而不学 link 而坚持要用息口，我觉得不需要。真的那一些例外你逼不得已想要使用你 tune 出来非常好高效的这个息口的时候，你再用息口。那一般寻常的查询、新增、删除、修改，我觉得用 link 就好了。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开始讲一下 link 的一个基础用法。那link 这边有2种不同的写法，但是这2种写法其实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第一种是宣告式，那宣告式如果有学过息口语法的人会觉得它有点像息口的这一个叙述句的感觉。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一则新闻，然后标题是叫凯哥写程式的新闻我们就可以这么写这边是宣告一个变数，然后这个news 的这一个 list 阵列里面，如果它的标题是凯哥写程式请帮我把它捞出来。学过息口的人应该会觉得蛮亲切的这个 from 或者 slate 都非常像息口。那其实这个可读性也相当的高我们一行一行看，就是说我今天就从这个阵列里面去找找什么呢？找标题是凯哥写程式的，最后我们再把它捞出来。所以这个可读性是很高的，这个宣告式的这个 link 的写法。那另外一种是这个编程式，又可以叫烂打的这个写法长得什么样子呢？这个阵列请帮我找标题是凯哥写程式的那其实可以看到它看起来比较抽象一点，虽然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范例比较简单，所以看这样子还大致能够理解。那如果再多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它非常抽象。那不过就观赏性而言，它其实整个的语法变得非常简洁如果这个再复杂一点，你这个语法会非常的落等。但是如果你用烂打式的写法，你的整个画面会看起来相当精简，但是可读性相对就会来的比较差一点。那至于要用哪一种，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喜好，没有一定，甚至你2个要混搭它也是 OK 的。好，那我以下就来简单的示范一下查询、新增、修改、删除的 link 要怎么写。那我这边有附一个这个范例档，我下面可以下载。那这边范例档我一开始就宣告了一个 news 的这个 list， 然后中间我塞了4个资料，那下面我就有5支这个 API 程式，分别对应查询一笔新增一笔跟修改还有删除。那我们就一笔一笔来看。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这边有范例档你就可以下载下来之后，打开专案就可以进入这个专案。那进入专案之后，你就可以把它 play 起来。那 play 起来之后，这个网址就是我们第一个网址，我们可以打开 Postman 贴上网址。那这边就可以捞出我在开头宣告的这个阵列内容。那其实这一个不是 link 语法，就单纯把我这个 list 的变数给丢回给使用者。那这边的话指定查询某一则新闻就有 link 的语法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法怎么写。今天我丢一个 ID 进来，我要查说这个 news ID 等于比如说我这边有1234，那比如说我要查第3笔的这一个 news， 那我这边就会说 news ID 如果等于
我这边传3的话，请把3的这一笔捞出来，所以这边的结果就会捞到这一笔。那这边是浪打式的写法，我直接一个惠尔 ID news ID 等于你给的 ID， 然后这个结果就会是第3笔的这个 ID。那最后我就把这个结果丢给使用者。那这边我是把2种都示范出来了，所以这2种的结果会是一样。那如果还记得上一节课教的 RESTful API 的格式，我今天要查 ID 3的要怎么下呢？我这边就是一个斜线打上3，我们按送出，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带出3的这一笔 ，OK， 好，那这个是一个查询指定的新闻的一个 link 的写法就是你要在这一坨资料，那这个也不是资料库，这个是一个阵列 list 阵列，那可以用 link 语法。那未来我们用资料库的查询所用的这个语法也是一样，所以学 link 你就可以走遍 C# 里面。各种的资料查询都用同一套语法就可以解决。那接着我这边要来新增一笔新闻，那这边这个好像也不算是 link 的语法，它就是一个单纯 C# 的一个新增一笔的这一个语法。不过我们这边还是来试一下，当做是来复习一下这个 Postman 的用法跟未来可能怎么用的用法。好，那这边的话，我会去用这个 post， 如果还记得规则的话，就是网址会长这样子，然后我们用 body， 然后选择 RAW， 这边是 JSON， 然后我们丢一个内容，我们这边给个5好了，那这边就是 demo。好，我们 demo 5好了，那这边就是我丢了一个这个资料进去，然后你帮我加到这个阵列里面，最后我会吐出这个阵列是什么。那我这边阵列本来有4个内容，那我再丢进去，它回传给我就会是5个。那我们来丢一下，送出，有没有看到1、2、3、4、5这就是我刚刚这边丢出的不过这个跟 link 比较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回来这边。修改资料，那又有一些简单的 link 语法。那这个第一步我这边跟这个查询的语法有点像应该说不是有点像，是一模一样然后接着这步就很重要，这一步它是点一个 single of defaul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请帮我捞出来，我确定说它只会有一笔，因为通常我们主 key 的话是不能重复的，所以捞出来一定是一笔。那捞出来这一笔之后，这边其实有2种下法，一种是 single， 那我通常不会用这种下法，为什么呢？因为 single 这种下法，如果今天捞不到东西，这里程式就会直接爆炸直接爆炸。那所以说，通常我都会下这个 of default。那of default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如果今天这里捞不到东西的话找不到任何一笔，那我这个值就会是 null 那这样子程式就不会出错，不会因为说找不到东西而出错。那这边是浪打式的写法又更简单了，直接点 single of default， 然后你的 ID 等于 ID， 然后就可以捞出这一笔。好，那我们捞出了这一笔之后，我们这一个 put 是要修改这一笔的新闻，所以我们这边 put， 我这边会先判断说这个 update 捞出来是不是空的因为我捞出来空的，我就不必要做更新了，所以我这边这是一个写作的小技巧那如果捞出来是空的话，更新也会直接报错所以这边就是这样写。如果不等于空的话那还记得刚刚说下这个的话，如果没捞到东西就会是空的所以我在有捞到东西的情况下，我会去更新它的标题跟它的内容，然后最后我这边是要展示给大家看，所以又吐回我修改后的结果。那通常 API 不会这样写这边只是为了展示给大家看。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把这边改成 put，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要改第5笔的话我就下第5笔就是我们刚刚 demo 这一笔，
然后我们就下了5，然后我们要改里面的内容 update， 好，我们就把它加一下，所以这等一下这第5笔它就会变成一个 update。好，那我们就按下送出。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看到第5笔的内容就被我改成我们更新送出去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值。那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做了修改。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删除删除的语法其实跟更新有点像，我就是要先找到我要删除的那笔，那这边是我要先找到我更新的那笔，找到了之后这边是lambda 式的写法，找到的之后这边就是普通的算是 C# 的移除一个东西物件的这个语法，我就移除我找到的这笔。然后最后我这边也是为了示范给大家看，我确实把它移除掉了。好，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程式。如果我今天要移除，我就是换成 delete， 然后这边其实就不用传送任何东西了。那你用 delete 的话，它这边也不会预设就不会帮你传了，但是你也可以眼不见为净把它选这个。好，那所以说现在有5笔嘛，所以我这边删除了之后。有没有看到我5就不见了那我这边删除2好了，有没有看到变134？所以我的这个删除有正常的运作。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简单的一个 link 的用法。那这边当然还有搭配本来 C# 的这个语法。好，那所以说今天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link 的基本的教学，跟说我们为什么要用它，那就会有很多好处这样子。那当然事前必备知识其实还有一个很必要的知识是一定也要的，就是这个C# 我算是有点漏讲了。C# 就是我们今天用微软开发，基本上用的语法就是 C#。那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刻意说我要先学好 C# 之后再来学这个 ASP.NET Core Web API 的开发其实你只要有一些程式的基本概念。什么叫做程式的基本概念呢？就是可能if 是什么for 是什么while回圈等等这类变数需要宣告然后宣告有字串数字，大概这样就好。那其他的 C# 语法其实就跟着我教下去，用到什么那时候你再学。那你一开始所要具备的知识不用特意去学 C# 语法，你就先知道程式的基本概念。那基本概念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之后就可以来学了。那来学之后就是我教到哪里，其实我打的都是 C# 语法，那时候你就看到我用了什么，你在学什么就 OK 了。好，那这边大概就是一个事前必备知识，然后是 link 的基本教学。那这个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